这边看到双刀先马上交缠刃击，四段马上闪身。根据双刀的习性，我只要闪出冰堆，它就会游龙我。慢速播放讲解一次。现在有换武之姿状态，这双刀一脸就是要大招，平 A 闪身躲过双刀的大招。此时双刀处于猛 A 状态，直接开启大招3连，隐约可以看见双刀的隐身位置。由于我们一直穿插闪身，所以2层20%增伤，几乎差不多。大招掉伤后，闪身打断动画接平 A 接他一招。操作业环节1号闪身流，最核心的缠刃击14秒闪身无敌，带上踏风剑舞可以让左 A 闪身的循环更顺畅，减免硬直。由于我们的3防通常是压在1800以下，不过铁臂在踏影斩时提供将近3600的护盾，是上限的90%，所以我认为 CP 值还是蛮高的。小颗的照超，尤其闪身增伤必带。这边私心推荐断红猛击，这边可以理解为最后的配重球昏迷改为击飞，击飞是仅次于纠缠的强力控制，解控技能是无法解除击飞的，更何况这招还是范围攻击，能力点全点力量武器要双切。蓝图纸的中甲套装是有可能3防超过1800，可以去洗练压到1800以下，或者是直接穿2中甲2轻甲。接下来的画面，有心的同学可以自行慢速播放，看那些地方要塞普攻或者闪身。看见有武将可能攻击你，就闪身或是缠刃击。一般情况下，缠刃击不需要不断边输出边格挡，非常强。这边配重球击飞被格挡，马上前闪去抢身位。虽然和以前的盾矛一样无耻，几乎无限闪身，但是常见是吃冰团碰撞的，所以还是要调整位置出场。这边吃到配重球昏迷，又刚好没解控，敌人碰到你的地下就会解控，所以先狂按翻滚，掌握好节奏闪身，不要吃到对方大招的第3下击飞。这边的镜像对决是我亏了对方缠刃击格挡我的伤害，但配重球击飞带来无限可能。在他起身动作间塞闪身接左键接右键接踏影斩，塞一个右键是因为对方处于被控制状态，我没有闪身顾虑，而且技能在冷却，而右键的剑气有可能触发领域伤害。那我跟你去，我在装饰后面。后面骑兵。由于长剑太过强势，武将可以做很多事，特别适合多带金汤枪或金汤盾去做事。抓远程基本上用闪身和技能都能让对方气死。看这关刀应该是会中风。刚一眼摸到。一般来说，这个流派不建议扣技能，尤其是缠刃击，因为很需要换武之姿。无压力，而且技能在冷却的情况下，可以多用闪左右来输出。技能出伤完毕，就可以马上闪身左键。几把长剑一起抓远程和特殊兵的成本太低，导致类似于杀者或不列颠这种单位成本过高。抓特殊兵如入无人之境，对方应该是蛮想报警的。红玫瑰放在门口防骑兵，没想到对方特殊兵这么贪心，直接一个马上圣剑斩收了。如果距离目标不远，我的冲锋通常会先面向反方向来诱敌，以及保证冲锋过程超过0.8秒。配重球击飞前闪，左键右键右闪，踏影斩，踏影斩转第2圈出伤，右闪卡身位，后闪耍帅。我擦了！心理准备，被控马上交缠刃击，闪左控兵打伤害。这他妈比诺曼拐弯是真难打。被金汤摸到一下就走不了了。这边看到对方大招动作准备闪身。对啊，一直玩这个游戏啊。打骑兵利用地形优势交战点选在障碍多的地方。且战且退，不期望能有多少收获，不要急着去送拖带电。敌将竟然被将军炮轰下马，那就可以找机会斩将。2次闪身躲大招，虽然说对方根本劈错边，其实冲锋的距离很远，到定点后可以调整方向范围击飞，小招有击飞真的不成。不要小看闪身断盾化，这对于输出效率有很大的帮助。闪出兵堆，确保冲锋不会被盾兵抢住。挥棒击飞，前闪左键踏影斩。这场就是没带配重球击飞，所以只有昏迷，被开大招解控逃走。
鸟是老队友了。这次的教学就先到这边，希望大家喜欢。下一集应该会出闪避重击流，或是当前版本强势骑兵，基本上素材不会重复。之前没解说的影片也可去慢速播放，自行拆解一下动作。欧洲人为什么不讲话？用这边单挑。都要干他妈我1打3呢。来就来救来救。